南亚火药桶即将引爆，印巴核战一触即发。这期节目咱们来揭秘双方致命武器与大国博弈之间的黑幕。这里是全球最危险的核武对峙前线，印度145万大军压境，坦克群压进克什米尔，巴基斯坦170枚核弹蓄势待发。5月2号凌晨巴基斯坦用中国的枭龙战机歼10逼退了印度航母，160辆中国造 SH-15卡车炮连夜奔赴边境。更致命的是印度航母维克兰特号突然消失在卫星监控，而巴方的歼10 CE 战机挂载霹雳15号导弹升空警戒。最新情报显示印度总理莫迪已经授权前线部队自由开火权，联合国紧急喊停，却遭穆迪强硬回怼。这场21世纪最危险的边境冲突正在将14亿人拖入核战争的边缘。当歼10 C 与阵风战机空中缠斗，当美俄中三国军火疯狂涌入，这场冲突是否会造成第3次世界大战导火索？今天我就来带你们看透印巴军力底牌，揭开大国幕后交易的惊天棋局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2025年4月22号，印控克什米尔一声巨响，26名游客倒在了血泊中。印度总理连夜回城，莫迪怒吼：“血债血偿！”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更是拍案叫绝：“寸土不让！”短短10天双方6次边境交火，印度关闭领空，巴基斯坦摧毁了印军的哨所，4架阵风战机与歼10 C 在克什米尔上空生死追逐。更可怕的是两国核武库已经进入了高度戒备。巴方170枚战术核弹进入了扳机状态，其中射击60公里的 NASA 导弹专克印度坦克洪流，印度大地短程导弹则瞄准了巴基斯坦的核设施。更恐怖的是双方核政策都已经突破了不先使用的底线，这痛点核战阴影下的全球恐惧。这不是普通的战争印度164枚核弹瞄准伊斯兰堡，巴基斯坦170枚核弹更是锁定了新德里。这一旦开火整个南亚将成为地狱，1.2亿人瞬间蒸发，到时候的核辐射席卷全东，搞不好都会来什么核严冬。更恐怖的是印度自研的烈火5导弹射程超过5000公里，而巴基斯坦的沙星3更能打击印度全境。联合国警告，这将是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核对决。想象一下，印巴核弹头总数334枚，已经超过了中国、美国首次核交锋的数量。如果打起来，这辐射影响的范围将覆盖亚洲70%的人口，全球粮食产量暴跌30%。那痛点2军力悬殊背后的致命杀招。表面上看，印度军力碾压，145万陆军，730亿军费，2艘航母压境，但真相是巴基斯坦手握3大不对称武器。来看杀招1空中死神歼10 C KLJ-7A 雷达。你看印度阵风战机的设备流星导弹射程130公里，巴铁歼10 C 的 PL-15E 导弹射程200公里。更致命的是KLJ-7A 雷达220万公里锁定目标，这就好比用狙击枪去打近视眼。你看4月29号的空战上，印军阵风为何会仓皇撤退？因为在歼10 C 的雷达屏上，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。杀招2无人机蜂群。沙漠突袭的幽灵，当印度 T90 坦克还在用2战战术，巴铁已经获得中国无影脚的秘籍。运20秘密运送的翼龙3无人机可挂载12枚导弹，从50公里以外就可以精准斩首印军的指挥部。更可怕的是自杀式无人机集群，50架的造价已经等于1枚巡航导弹，它的威力却能瘫痪整个装甲师。再来看杀招3电磁利剑。来自解放军的降维打击，印军的 A-15预警机还在用苏联老代码，巴铁 ZDK-03 预警机已经搭载中国的量子雷达。4月30号，印度航母维克兰特号为何突然返航？因为运20送过去的微型电磁脉冲装置让舰载米格29雷达成了瞎子。再看痛点3大国角力的致命陷阱，美军 C-17降落印度，中国运20抵达伊斯兰堡，俄印石油交易数据。这可不是印巴的战争而是美中俄3国的代理人博弈。看透这3条暗线你才懂到底谁在背后煽风点火。第1条暗线，美国的棒风计划。美国国务卿嘴上喊着降温，背地里却给印度送标枪导弹。
自杀无人机。为什么呢？一旦印巴开战美元将疯狂回流美国，而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的咽喉中巴经济走廊将彻底瘫痪，这才是美帝背后的算盘。暗战2，俄罗斯的救货清仓。印军一直在使用的防空系统就是俄罗斯的 S-400防空系统。普京表面劝和，实际上狂卖石油给印度换卢比，再把卢比塞给巴铁来买中国的武器。更讽刺的是印度1300辆 T90坦克的发动机60%都是乌克兰战前生产。暗线3中国的科技降维。SH-15卡车炮50公里外精准打击。当莫迪炫耀美国 M777 榴弹炮的时候，巴铁的 SH-15卡车炮已经用北斗卫星定位50公里以外打爆印军弹药库。中国给的不只是武器，更是一整套真空打平体系。中国运20连续3天向巴铁输送装备，土耳其无人机部队秘密进驻，印度则获得美国 F-35战机的紧急支援，俄制 S-400防空进入了最高警戒。这场代理人战争的背后藏着中美博弈、印度洋霸权的惊天棋局。5大致命误判核按钮为何可能按下？看看莫迪的豪赌2024年印度大选在即，强人总理急需对外转移经济矛盾，但是闪电战吞并巴控区的幻想可能触发核红线。第二，情报迷雾。巴方宣称掌握印军行动情报，印方反指巴三军情报局策划恐袭，双方在认知战中越陷越深。第三，军事审判。印军冷启动闪电战学说，要求72个小时击穿巴防线，但巴军的核半旋策略会让小规模冲突瞬间升级。第四，水坝武器化。印度突然泄洪，冲毁了巴方的村庄，这种环境战的手段正在挑战战争法的底线。社交媒体煽动仇恨视频在 TikTok 跟推特上疯传，两国民众的民族情绪已经达到了临界点。至于解决方案，破局关卷与人类的警钟。要阻止核战只有3张王牌。王牌1，中国的红线威慑，任何危及中巴经济走廊的行为都将遭到反击。这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的西大门。5月1号，解放军高原部队突然实弹演习，歼20现身科纳昆仑，这就是告诉印度想动巴铁，先问东风导弹答不答应。王牌2，沙特的金元外交。巴基斯坦外汇见底沙特立刻送上50亿美元的贷款。印度敢断水，沙特的海水淡化厂直接建到卡拉奇。王牌3，民间的生命觉醒。克什米尔的母亲们正在焚烧枪支。当印度士兵哈米尔与巴基斯坦士兵哈桑在边境交换家人的照片，我们才明白，仇恨是政客的玩具，和平才是人民的信仰。而此时的美国还在玩着危险平衡，嘴上呼吁着克制，暗地里对印军军售。俄罗斯则趁机抬高石油价格，收割战争红利。最后看看直击灵魂的拷问：当莫迪跟谢里夫在总统府咆哮的时候，请听听克什米尔9岁女孩向伊莎的哭喊：为什么要用核弹炸掉我们的学校？这场战争没有赢家，只有人类文明的集体自杀。如果你也渴望和平请转发这条视频，因为你的每一次点击都是对战争狂人的致命一击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。下期我们继续用前瞻的视角拆穿迷雾，看透世界。下期再见。